辛苦各位赶到合川，当地警方感谢咱们法医室给予的技术支持。客套的话就免了，介绍情况吧。今早5点，在这个废车场，报案人捡到一个袋子，以为里面有什么东西。5点20分，他报了案。龙华气球场曾经是合川县最大的气球场，5年前就已经废弃了。由于地点比较偏僻，来的人比较少，所以气尸袋到底是什么时候运过来的，没有人知道。咱们调查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，那么辛苦大家了，开始吧。是。黄婉，你去记录。那个袋子看起来挺稀有的。尸体上有黄油状液体，皮肤也皱巴巴的，像香皂一样，尸蜡化特征明显。尸体小腿以上的部位被密闭的套筒状的塑料膜包裹着，皂化的组织浸透衣服，覆盖在表面上。我们无法判断死者的年龄和面容，但从高跟鞋和头发来判定，死者应该是女性。老万，勘察中心现场。怎么样？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死者死亡后，尸体会在2个小时内出现尸僵。一般出现尸僵之后，尸体很难驱血。但我们看见的这具尸体上，已经处于完全驱血的状态。凶手在尸僵前就完成了捆绑、包裹、驱取装袋这样的程序。凶手选择用保鲜膜包裹尸体，目的是为了定型，方便装袋。也就是说，死者死亡到装袋完成，一共不超过2个小时的时间。塑料膜包裹，保持适度的温度，缺氧潮湿，这些确实比较容易造成尸蜡化的尸体。你看，电话线。先把尸体带回解剖中心吧。这么大的废车场，加上这些垃圾废品，这样的现场很难找到有用的证据吧？就算有证据，也早就淹没在这个垃圾堆里了吧？这可真是个抛尸的好地方。库里没有找到死者的 DNA， 无法查证尸源。那主任呢？今天有批新器材要到，主任要亲自押车。啊，真好，我们终于有新器材了。来，准备开始。现在上午11点10分开始尸检。尸蜡化是保存型尸体的现象，在极特殊的环境下，尸体的皮下脂肪组织因为皂化或者是氢化而形成的蜡样物质，常见于在水中或者埋在水分丰富的泥土环境。死者为女性，身高大概160厘米左右，体重45公斤左右，口腔黏膜未见损伤，牙齿健康状态良好。一会儿用虚拟解剖看看耻骨联合面，再判断年龄。死者胸前有一颗芝麻大小的红痣，肌肤触感非常的湿滑，而且脆弱。颈部肌肉皂化严重，分辨不出是否有出血。死者的甲状软骨上角骨折，骨折折断有出血，应该是生前反应。通过内脏检查，可以确定死者有窒息特征，死因是机械性窒息，他是被人掐死的。那问题是死亡时间呢？这直接关系到尸源的寻找。尸体尸蜡化形成最少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。法医学概论第11章，教科书上的内容并不适用所有的情况，比如眼前的情况。我
错在哪儿了？5、6个月前是冬天，死者穿着夏装衣服，这怎么解释？死者穿着夏装的衣服，距离现在也就2个月的时间。也有可能是去年夏天。李队已经确认过了，拾荒者在年前也捡过一次垃圾，那会儿他没有发现尸体。这就奇怪了，尸体湿蜡化的形成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，但是根据他的衣服，他的死亡时间也就是2个月前，理论跟实践发生了严重的矛盾。难道是教科书写错了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？齐明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湿蜡化尸体太滑，缝合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，止血钳根本夹不住肌肤，所以只能一点一点处理，就是有点累。这个倒是小事儿。你身上的味道，已经洗了很多次了，应该好一点了吧？花花，你让我过来是？啊，我想让你过来帮我洗洗衣服呗。哦，洗衣服。湿蜡化尸体，衣服形态辨认不清，就需要清洗晾干。所以你让我过来就是帮你干体力活了呗？不是你说你没事的时候，任何脏活累活都可以交给你的嘛？是。洗衣服可以锻炼肱二头肌、胸肌还有腹肌，你也应该学会在生活中锻炼身体。说的也有道理，那你休息一下，喝杯咖啡吧。哦，谢谢小哥哥，那拜托你了。嘿。我顶！你身上什么味道这么臭？都辣眼睛了。那就拜托你了。我给你煮了面，我妈还问呢，为什么你一回来就躲在房间里，也不下去吃饭？我不想影响别人。这个给你。没用的，我等一下用漂白水再试一试吧。这个是我自己做的，你试试吧。香菜，我不喜欢这个味道。你这么说话，考虑过香菜的感受吗？我和香菜又不熟，为什么要考虑它的感受？香菜呢是专门除尸臭的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，里面加了很多植物精华，所以保证皂到位除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不喜欢香菜的味道。已经开始布置起来了吗？我会在这里住一段时间，租金的话我会跟阿姨谈。租金你跟我谈就好了，想住多久住多久。你喜欢画画？偶尔吧，思绪乱的时候，画画可以让我静心。哦，那你现在思绪乱吗？不乱。你这儿还挺干净整洁的嘛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陈主任应该没有让你当我的班长，对吧？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来问我，以汇报的形式会让我紧张。哦，我先回去了。完了！百密一疏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先跟老陈打个招呼呢？你说我好好的法医不做，我为什么要做个骗子呀？
哎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明天再说。哎，等一下，你那个香皂在哪里做的？古城有很多工艺品作坊都可以做香皂的，我明天带你去吧。我现在有事。哎，死者死亡的时间无法确定吗？对，因为死者下级衣物和湿蜡化形成时间段会发生冲突。如果我们没法确定死亡时间，就没有办法在失踪人口库找到尸源。我知道怎么回事。这是那块你制造吗？普通尸体想要形成湿蜡化，确实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，但尸体保存的环境与冷造化的造化环境极为相似，尸体又是被塑料薄膜密封，同时处在一个封闭、潮湿、高温、缺氧的环境里，这也就加快了湿蜡化的形成。技术科呢，模拟了冷造化的造化过程，结合尸体内的菌群、尸源地特殊的温度及湿度进行了演算，推断出湿蜡化的形成应该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也就是说，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5月下旬。锁定范围就太好了，我们可以向各个派出所通报尸源信息，尝试着从失踪人口上来查找。另外，在藏尸袋和捆绑死者电话线上发现的是同一人的指纹，说明捆尸弃尸是同一人。但是在库里没有找到这个人，这个人没有案底。这个藏尸袋看起来这么奢侈，难道凶手是个有钱人？这个范围是不是缩小了？不一定。凶手就算把这个袋子给扔了，也有可能被拾荒者给捡走。这一点凶手应该非常清楚。如果他这样做的话，要么就是他蠢，要么就是他希望尸体可以尽快被发现。有道理，凶手弃尸的目标一般都是掩盖犯罪，不希望被发现。所以凶手到底在想什么呢？你说 DNA 无法配对，信息量那么少，怎么找啊？面部复原呀，不过湿蜡化尸体难度比较大，我只能通过尸检的印象和经验来试一试。这彪哥的复原技术在国内可是排得上名次的。彪哥很厉害，如果能够复原死者样貌，那找到尸源应该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。彪哥这个技术的操作手法也是极为出众。快撕下你的面具！你到底是谁？这太反常了，不会要地震了吧？是挺反常的哈。我需要一个助手。哼哼，放心吧，我一直在你身边。黄欢，要不你这次来帮我吧，我们看看能不能从别的线索来确认死者的身份。怎么样，手艺还可以吧？想要复原一个人的容貌，需要多久的时间啊？现在技术进步了，有电脑的帮助，半天之内可以完成。那如果自己徒手复原呢？对了，你去帮我把做模型的材料调好。愣着干嘛？我都说过了，我需要一个助理，你得帮我把原材料搅拌好。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你真想学的话，得从学徒做起。我只是来看看的，看也不能白看，快去。通过 CT 影像确定面部轮廓，但最难的还是判断五官的细节。死者皮肤的质感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，发际线高不高等等。那这个需要用什么来确定？大量归类研究、法医鉴定、人类学观测、统计学的数据分析，但不一定准确，还需要一些运气以及经验的判断，对吧？咱们跟尸体打交道，很多东西是没办法问出来的。哎，你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和老天有眼吗？做好熬通宵的准备吧，剩下的工作会很细致，你赶紧去填饱肚子吧。那你呢？给我带回来。
哎呀，总算回来了！你想饿死我呀？便利店关门了，所以没买到。24小时便利店关门了。伞哪来的？当街抢小朋友的？伞是我的，我买的，很早以前买的。编，继续编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刚才边吃边聊，就把你那份给忘了。说实话就对了。有什么这么忘？不是忘我，忘的是你。抱歉啊。真的对不起啊，表哥，我给你煮面。你跟之前不一样了。你跟之前也不一样了。我怎么不一样？饭量变大了。环环，啊？这看什么呢？新鲜出炉的死者面部复原图像，彪哥太厉害了，做的跟真人一样。太好了，我赶紧给李队。啊。秦明，失了案的尸源找到了。合川县管辖区派出所说，2个月前有个阿姨报案自己女儿失踪了，这个失踪时间和年龄都对得上，身体特征还特别相符。哎，最牛的是，你们做的那个死者面部复原，阿姨一看就认出是自己女儿。张雨晨，23岁，曾在大龙航空做空姐，3个月前因个人原因辞职。尸体的状态不太好，石蜡化导致面部全非。我不建议死者家属认亲，其实通过 DNA 鉴定就可以了。这该说的都说了没用啊！这老太太坚持要认尸。我不同意。这不是你同不同意的事儿。她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，没有一个母亲可以接受这样的事情。那我看她刚来的时候挺镇定的。她来了。哦，华文在接待呢。哎。打开。这什么东西呀？阿姨 ，DNA 确认过了，确实是你女儿张雨晨。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，绝对不是我女儿。你们知道我女儿有多漂亮吗？她是空姐哎，她是他们组里身材最好、长得最漂亮的小姑娘。她现在应该是在出去旅游去了。我给她打电话，我给她打电话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肯定在飞，他肯定在飞，他常年飞普吉岛那条线的，他很忙的啊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你醒醒！阿姨，阿姨，别碰他！我来，我来。阿姨，阿姨，无自主呼吸，心跳微弱，突发性心脏病，安然，心肺复苏。阿姨，不管她是不是你的女儿，她都死得冤枉。你还没有看见凶手伏法，你不能出事儿。我跟您保证，我们一定会抓到凶手的。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助，阿姨，阿姨。
玉成。好险！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会这样。玉楚，哎，你这话会不会过分了点？接待死者家属这件事上，他有经验吗？我说的是你们愚蠢，你们怎么能随便让死者家属过来认尸呢？这是常识吧？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们没有见过世面，没有常识是吗？秦明，你牛，你最牛！有本事你现在走，去见你的世面去啊！可怜。喂，过分了啊！好了，别吵了，没出事就好。阿姨你好，我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，我叫李强，这是我的同事赵天启。我知道您非常的难过，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受害者找到真凶，我们要查到真相，需要您的帮助。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？阿姨，在您的眼里面，你的女儿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呗？玉成是个好孩子，考上空姐全凭他自己的努力。我就是一个摆摊卖衣服的人，什么忙都帮不上他的。那张雨晨的父亲呢？玉成12岁的时候，他爸爸就过世了。之后，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变糟，玉成只好放弃学琴。原本他很喜欢拉小提琴的。阿姨，您去过他的住处吗？去过几次，住不惯。雨晨工作之后跟您联系多吗？我们每周都有通话的。据我们推断，张雨晨出事的时间是5月23号左右。阿姨，您还记得您最后一次见您女儿是什么时间吗？5月22号。出事的前一天，您确定您没记错吧？那天是我的生日，我如果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女儿，我绝对不会把她送给我的礼物扔在她身上的。礼物？什么礼物？他送给了我一个手提袋，挺好看的。阿姨，那天您是跟您女儿吵架了吗？哎妈，先许愿。我的愿望只有一个，早点抱孙子。愿望说出来就不灵啦。对了妈，这个是给您准备的礼物，谢谢。打开看看哈。짜잔！哎呦，真好看啊！肯定很贵吧？还好。其实这个是我男朋友送您的。男朋友？你什么时候交男朋友了？半年多了。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怎么不带他来见见我啊？还不是时候。你们都已经交往半年了，还不带他来？你准备藏到什么时候啊？明天就把他带来。他不太方便。他那么忙啊，忙的连见岳母的时候都没有。其实我们一时半会儿还结不了婚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愿意结婚？他
和你不是认真的，他不会有老婆吧？哎呀妈，你就别猜了，吃蛋糕了。哎，不行，你必须把他带来给我看看。这件事儿我必须当面问清楚。你能不能不要再一直逼我呀？谁逼你了啊？我想见见我未来的女婿，我有错吗？不让见，说明他心里有鬼。他要真是那种不靠谱的人，我绝对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的。他答应我说他会解决的。你还真做了小三啊！妈，你干嘛呀，妈？你要不分手，就别再给我打电话。妈，我不该逼他，是我撞死他，我后悔啊！阿姨，您别这么激动，你冷静点。我不该逼他。阿姨，你要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凶手。我还需要问您最后一个问题。您看一下，这是您女儿送您的礼物吗？这是哪里找的？医生，我没有办法告诉你，那个袋子里面装的是他女儿的尸体。你如果跟他说了，他会崩溃的。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确定，男朋友这个事儿，他曾经瞒过他母亲。十一表姐，送你回家呗。不用啦，我自己走回去就行了，你就别绕路了啊。我劝你啊，还是离某些人远一点比较好，免得被人家看出来咱们是小地方的人，没见过世面，跟我们待在一块儿还嫌丢人呢。你看，都懒得搭理我们。少说两句。我说实话呀。少说两句。有事吗？你教训嬛嬛的事儿我知道了，说的都对，冒失没经验，确实有够蠢。但是，他是我的徒弟，要打要骂得由我来，麻烦你以后管好自己的事儿。如果我只管自己的事儿，你徒弟应该被开除了吧？见过嚣张的，没见过你这么讨厌的。确实很讨厌，是不是？不过他是我兄弟，要打要骂您冲我来。怎么回事？人家法医部门的事儿，你来掺和什么？张彪，自己部门的事情自己处理，别扯上我的人。邱彪爷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回去。幼稚，无聊。张雨晨在这家住多久了？2年。房东啊，把合同给我看了，他还说这个小姑娘平日里挺有生活情调的。这个屋子前不久刚装修过。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座机是什么时候安装的？房东说是4年前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电话还在使用中，但是4年前的话，这根电话线是不是有点太新了？
你是怀疑有人更换了电话线，用旧线捆住了死者的双手？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不过确实有这种可能，这也是一个思路。我们把电话线拿回去做个检验。一个空姐怎么能买那么多名牌衣服呀？从这件衣服可以判断，她应该是一个人住。别这么早下结论。死者的钱包被人翻动过，首饰丢失，手机也不见了，有入室抢劫杀人的特征。凶手很有可能入室抢劫杀人之后，将尸体移动到了郊区的汽修厂里。死者的身上呢没有任何约束伤和抵抗伤，就说明死者生前没有进行过任何抵抗，家中也没有搏斗的迹象，这也就是说明死者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掐死的。而且抛尸一般情况下来说是熟人作案。也就是说，张雨晨给某位熟人开了门。进来吧。他引狼入室，引发命案。凶手盗窃完物品之后，包裹尸体，再弃尸。你越来越有长进了哈。所以只要在这个空间里面找到另一个人的毛发和指纹，嫌疑人的范围就可以锁定了。谁说这是案发现场？有依据吗？没有依据就不能乱说话。电话线啊，就算确定捆绑尸体的电话线属于这台座机，但也只能勉强判断这里是捆绑尸体的现场之一，所以啊，不能证明这里就是案发现场。难道你们不觉得这个房间太过于整洁了吗？她是一个空姐，作息黑白颠倒，早出晚归。一个女孩子的家里，照理来说应该不会这么整洁，现在看起来就好像被人特意整理了一番。没觉得呀，我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独生女性的单身公寓。是吗？单身女性，那这个怎么解释啊？41码，男士衬衫。从衣服的状态上来看，应该是没有被洗过的，上面很有可能有嫌疑人的 DNA。希望这次我们可以找到和他同居的男人到底是谁。这个张雨晨在你们这工作多久了？雨晨2年了，都是我带他，成长挺快的。在你眼里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从小城市来的，单亲家庭，一个人闯到现在挺不容易的。哎，对了，3个月前他辞职跟您说过原因吗？说过，他说呀，想去外地读一个在职研究生。空姐嘛，吃青春饭的，他能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也挺替他开心的。他辞职之后就再也没跟你们联系过？大家都不在一起工作了，肯定是越走越远的。毕竟，他很讨厌社交，我们不去打扰他，应该是他最舒服的状态了。她有男朋友吗？他只跟我一个人说过，让我替他保密的。为什么呢？那男的是一个名人。今天的航班非常顺利，又是原来的老话，再说路航。对，不好意思，能不能帮我拿点冰块？抱歉，我不是休息室，请您稍等。谢谢啊。谢谢。
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啊，没关系。实在抱歉，张浩先生。你不是这儿的服务员啊？啊，我学过4年小提琴，您的事情我听过很多。衣服我帮您干洗吧。真的没关系。不好意思，是我向你说抱歉才对，是我自己搞错了。你学过小提琴？嗯。郑浩。张雨晨。啊，我真的很仰慕您，您很多作品我都听过。谢谢。郑浩。对，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，他是有家庭的，所以张雨晨让我替他保密。依我看，他应该是做了他的小三。郑浩，42岁，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。他和张雨晨生前的信息往来证实了2人是情侣关系。但这个郑浩是个有家室的人。张雨晨是郑浩的情人，会不会是张雨晨把郑浩的衣服带回家拿去洗的？技术员正在对比 DNA。现场还有什么新的发现吗？经我们勘测，捆绑张雨晨的电话线和张雨晨家座机端口的裂口完全吻合，所以我们可以推断，凶手捆绑张雨晨的尸体是用电话线完成的。张雨晨家是处理尸体的现场，只是有可能。张雨晨的私人贵重物品被盗取了，具有入室抢劫杀人的特征，而且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。我查了导航，从张雨晨家到废弃气球场开车需要40分钟。根据尸检情况，我们可以推断出张雨晨的死亡时间距离末次的进餐时间大约在8小时左右。那么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张雨晨的一般晚餐时间是在6点左右。如果说陈主任关于造化的演算方法是正确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张雨晨的死亡时间应该在5月24日凌晨2点左右。凶手呢在施僵2小时内完成捆绑，那么凶手的运尸时间大约在5月24日凌晨4点。所以只要我们排查气球场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，我们就能知道凶手的行踪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刑警队的工作量大大减小了。经过 DNA 查验，在张雨晨家发现的男士衬衣属于郑浩的，电话机和电话线上的指纹也是郑浩的。所以，凶手把张雨晨家安置成有入室抢劫杀人特征的案发现场，就是为了故意误导我们。这明明就是个情杀案件啊！郑浩有嫌疑，把他请来问问就知道了。张雨晨遇害前2天一直在联系郑浩，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，他在催郑浩离婚。那是不是张雨晨把他问烦了，他杀人了？不好说，但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郑浩。他是怎么死的？我们是在一个废弃的汽修厂里发现了他的尸体。他的尸体被保鲜膜包裹着。你们确定这是张雨晨吗？经过 DNA 鉴定，我们100%的可以确认，尸体就是张雨晨。你跟张雨晨什么关系？朋友，普通朋友。你对情侣的界定是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调查了你跟张雨晨的通话记录，确定你和张雨晨是情侣关系。你们在一起半年，他希望你离婚，但你一直在拖。5月份见过张雨晨吧？
记得了。我最恨这种在外面养小三的男人，尤其这种斯文败类，对吧，安然？就是啊，这种衣冠禽兽藏着掖着最恐怖了。依我看呀，这个郑浩就是凶手。你看，张雨晨的母亲反对他们俩的情事，那张雨晨压力肯定很大啊。再说了，谁愿意一直当小三呀？所以案发当天，张雨晨把郑浩约到家里，想跟他好好谈谈。不是跟我说只要1星期吗？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，你到底还要让我等多久啊？我和你说过了，没你想那么简单。这是你的事情，我们已经说好了，我辞职，你离婚，我们换一个城市重新开始。现在我已经辞职1个多月了，我跟过去一刀两断。你呢？你要做什么了？别逼我！我逼你怎么了？别逼我！说，别逼我！啊！那天晚上，他们俩肯定狠狠地吵了一架，郑浩就失手掐死了张雨晨。装！你再给我装！哎，雨辰，哎，雨辰。后来冷静下来，郑浩觉得不能把尸体放在家里，但是家中又没有合适的运尸袋，所以随手拿起了一个手提袋。但是那个时候尸体已经发生了尸僵，塞不进手提袋里。他或许戴了手套，但他忽略了自己平时的生活痕迹。之后，他就拿薄膜把尸体包裹住，再塞进袋子里。最后，他拿走了死者的财物，造成入室抢劫的假象。5月24号凌晨，郑浩将尸体抛弃在废弃车场里，然后出差去演出，妄图逃过法律的制裁。可以呀，你分析的够细致。这种情杀案，我以前在省厅实习的时候见过好几起，大多都是这样。反正啊，在外面包小三的男人没什么好东西。行了，八卦聊够了吧？啊？办案不是故事会，什么事情不能光靠猜测，一切的推论都得靠证据。哦。郑浩，现在全部的物证都指向了你，你应该相当清楚吧？就算你编再多的谎，都是没用的。5月23日当天，你见过张雨晨吧？我们确实在他家见过，而且我们吵了架。我们说彼此要冷静冷静。张雨晨说，在我没离婚之前，他不会再和我有任何的联络。他让我把所有东西都拿走。确切的说，我是被他赶出去的。我没杀人。
你为什么要隐瞒你跟张雨晨的情侣关系？我是一个有社会身份的人，这种事情，我肯定在第一时间否认。你的白色衬衫为什么会出现在他家的洗衣机里？我不知道。电话线上有你的指纹，这又为什么？这些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可以对天发誓。我爱雨辰，我怎么可能去伤害他呢？我看你平时的婚外情人可真不少。对不起，这是我的隐私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，雨辰他是第一个让我动离婚念头的人。我和张雨辰是在旅途中认识的，他知道我是谁，而且他也喜欢小提琴。我不知道他会这么崇拜我。12岁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看你演出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觉得你是我一个遥不可及的梦。现在，我觉得我的梦用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，我不会后悔。雨辰，来。你想好了？嗯。你结婚了？我现在算什么呢？小三、情人，还是一夜情对象啊？雨辰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只是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才好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这种人。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了，是吗？对不起，我今天有点累了。今天能不能就先到这儿了？好，那今天到这儿吧。我们查了你的资料，您已经有1年多没有上台演出了。对。为什么？一些原因，
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在舞台上取得更高的成就，音乐离我越来越远。那段时间，其实我想过死。我本以为张雨晨是来救赎我的，但是我错了。哎，那不是头等舱的郑浩先生吗？这都马上要登机了，你跟他那么熟，你去把他叫醒吧。快去啦！先生，先生，最终，先生，我还是选择面对死亡。我服下了很多的安眠药。快叫救护车！郑浩，郑浩，郑浩。你感觉好点了吗？都还是有点疼，不过有你在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医生说你吃了过量的安眠药，你……雨辰，我试过，可是我发现我离不开你。那你就来找我，来告诉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傻的方法，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？你没有资格。我是一个有妇之夫，你的家人是不会同意你和我在一起的。可你离不开你妻子。我知道我自己特别自私，不敢离婚，也不愿意对你放手。你知道吗？我的婚姻就像是一桩生意，如果我离婚了，我的事业就全毁了。你还爱他吗？爱。如果这种生活算是爱的话，那人生该有多绝望？雨辰，我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完全是因为他。你听说过开放式婚姻吗？开放式婚姻，就是我的妻子可以去找别的男人，我也可以去找别的女人。在感情上，我们不束缚彼此。对了，我认识他的情人，也许你们该去问问他，就能更加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了。开放式婚姻，什么鬼啊？这不罕见啊，很多人都会组成临时夫妻，这就叫开放式婚姻。我不明白，婚姻意味着束缚，开放意味着自由，这两者是矛盾的呀。一个合伙公司的员工，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给公司赚钱，但他们都有找乐子的权利。这种夫妻关系呢，就很像开公司，他们为了更高的共同利益。你怎么会那么懂？一个好的警察，必须得是一个出色的社会学家。所以你们是赞同开放式婚姻了？当然不，
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开放式婚姻，跟郑浩有没有犯罪有什么关系吗？开放式婚姻的重点呢是白头偕老的目标。就比如说，你坐一辆火车，你可以选择在中途下车休息，但只要一旦发车，你就必须再回到车上。问题是，如果其中一方选择留在了风景区，没有上车的话，那另外一方就会感到极度的愤怒还有痛苦。灵魂背叛要比出轨还有婚外情更让人绝望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他妻子知道郑浩是为了张雨晨和他离婚，她的丈夫完完全全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，那么他妻子是不是就有杀人动机了？你妻子知道张雨晨吗？不知道，我没和他提过雨晨。他难道就没有好奇问过你离婚的理由吗？我只是告诉他，我想改变一种生活状态，我想要过正常的生活。可无论什么理由，他都不同意。张雨晨也无法接受你的婚姻状态吧？对，一开始是这样。开放式婚姻就是结婚后各自保持情感自由的生活方式。这个是他提出来的，也是他想要的生活。我一直都在努力的配合他，可是我每次见到他和别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会报复性的去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。我知道我这么做是不对的，但是我不这么做的话，我恐怕活不下去。你爱他？我承认，我曾经爱过他，可是现在只剩下了麻木。我就像一具活人尸体一样。所以你之前说你因为音乐才四处留情是假的？我怎么可能把我人生中最痛的伤疤揭开，给别人看呢？那你揭给我看是为什么？雨辰，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我可能离不了婚。我不想去想这些事情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，跟现在一样，永远在一起。雨辰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我也永远不会离开你的。之后，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，直到雨辰不辞而别。那2个月里，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，都没能找到他的音讯。我每天借酒消愁，
过得很辛苦。如果你们曾经爱过一个人，你们应该明白。谢谢。马上回法医中心开个会。你们是法医？对呀。我听说玉琛死得很惨，他生前最爱漂亮了，能不能拜托你们把她画得漂亮一点？他们是法医，不是殡仪馆化妆师。我们会尽力的。那等我出去以后，能不能让我再见到最后一面？这个需要征求死者家属同意。看来我没有什么机会再见到他了。谢谢你。现在种种物证都指证，张雨晨家就是装尸地点。可非常奇怪的是啊，在现场并没有打斗的痕迹，排除熟人作案，我认为案发现场可能另有他处。假如郑浩在别处行凶，那为什么要在死者家里装尸啊？这一路变数颇多，犯罪成本极高，而且还要在尸僵完成前完成裹尸。按照正常人的逻辑，这不符合常理啊。除非是有人想把杀人这件事情嫁祸给郑浩。凶手的作案计划非常周密。现在回头想一想啊，郑浩如果真的杀了人，他会把他自己的衣服落在洗衣机里吗？这不是明显着把证据留在了现场吗？所以我认为凶手所做的所有事情，目的就是为了嫁祸给郑浩。我说过，有作案动机的不只有郑浩一个人，还有他的妻子罗琦。秦明啊，警察办案是要讲证据的，我会尽快找到证据的。这个案件呢，社会影响极大，嫌疑人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或者无期，这事关人命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证明嫌犯无罪啊。主任刚刚不是已经说了吗？一切要以证据说话。嫌疑人呢，现在已经被我们拘留了，留给我们的时间就不多了。民航，是我。你好，赵天启，想跟您了解一下情况，能坐下来说吗？啊，您坐。是郑浩叫你们来的？想跟您了解一下郑浩他们夫妻的关系。对于罗老师上一次跟我说的那个空，我很感兴趣。回来啦？对，回来了。那我就要上等你。怎么了？生气啦？没有，我挺开心的。对呀，我也觉得我们挺开心的。我们对对方都是保持很大的透明度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威胁得到我们的婚姻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不管我们经历了多少事情，经历了多少人，彼此都是对方的终点。我记得我们的约定。我们都不是保守的人，我们怎么可能一辈子只对一个人心动呢？我们现在感情很好啊，所以说明我们的选择是对的。嗯。玩得开心。虽说他们夫妻各玩各的，但是碰上那种情况，我还是挺尴尬的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
你能接受罗琦，这也挺奇怪的。我和罗琦只是各取所需。罗琦是时尚界的女魔头，我要是得罪她，我的未来就毁了。实际上，罗琦想要得到的东西，他一定会得到，没有人逃得掉。我们调出了这个修理厂方圆3公里以内案发后所有的监控视频，但是这个监控视频都保存不了多久，很多都被覆盖了，所以很难根据这个监控视频锁定凶手的具体路径。但是经过细致的侦查，查出了有4辆车曾经在这个修理厂进行过停留，有1辆是外地车，应该是临时过来探亲的，还有1辆是货车，搬家卸货，还有1辆是私家车。装上货卸货。没有啊，我就直接回家了。这3个人我们都找到了，各有各的理由，都排除了嫌疑。所以第4辆车就是目标车辆。对，这就是那第4辆车，这车是租来的。不过好在啊，这个租车公司给外租的车辆都安了 GPS 定位系统。我们调查了一下，这个车于5月24日早上6点离开了张雨晨的家，7点左右，在这个修理厂停留了15分钟，然后驶向了城外树林，大概2个多小时吧，于早上10点左右把车还回来了。林间周围没有监控，这2个小时，嫌疑人很可能在清理车辆。这嫌疑人挺聪明的。租车的身份证是买来的，所有的身份信息全是造假。最要命的是啊，这车在这2个月里头，天天有人开，因为租出去比较便宜嘛。耀哥，这车应该是让人清理过，而且这2个月都没闲下来，难度挺大，别抱太大希望。有希望比绝望强。指尖有玫瑰血，面部又有涂抹，肤色呈青紫色，特别是面部，窒息死亡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累了就回去好好睡一觉，否则觉也睡不好，工作也干不好。少睡点挺好的，睡多了更难受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干我们这一行，做噩梦是常态。要不你还是休息一下吧，光是验 DNA 锁定归属者这一项工作量就已经很大了。我们还要调查租车的物证，这2个月车子被无数的人开过，如果调查起来，可能有上百号人，而且凶手很有可能清理过车子。我们这种大海捞针式的查凶手的痕迹，太难了。虽然大海捞针是个笨办法，但排除法不一定奏效的。没有巧办法，那就用笨办法。开始吧。著名的小提琴家郑浩先生涉嫌谋杀，正在接受警方的调查。对此，罗琦女士会对公众有一个交代。罗总来了。对于张小姐的不幸，同为女性的我，觉得非常的悲痛。但是作为一名妻子，我也绝对相信我的丈夫不是杀人犯。希望警察可以早日找到真凶，释放我的丈夫。就这样。这个马场应该是会员制，罗琦约在这里见面，就说明他是这里的会员，而且经常来这儿。我也是这会员。你经常来这儿骑马？也不经常吧。我跟你说，我爸跟着老板特熟。哎，雪表爷，你想学骑马吗？不然体验一下吧。我跟着老板也特熟。打住，干活。你来了。罗小姐，这是您要的西瓜汁，请慢用。请问还需要别的吗？不需要了。
我和郑浩结婚10年，相信你们从媒体上也看得到，我们俩婚姻很幸福。直到半年之前，他突然跟我说要离婚。他为什么要提出离婚？他说他想换个活法，当然我尊重他的选择，只是我没有同意离婚。你听过张雨晨这个名字吗？以前没有听说过，直到几天前你们把他从我家里带出去，我才第一次听说。据郑浩交代，你们夫妻之间选择了开放式婚姻，肉体自由，灵魂坚守。可郑浩是为了张雨晨才选择和你离婚的，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。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应该很愤怒吧？你刚才没有听我说话吗？我说了，我是前几天才第一次听说张雨晨这个名字。5月23号，你人在哪里？做什么？我们20号的时候去龙帆市参加了时装周，27号返回了合川县，23号的话，应该是在龙帆大酒店参加庆功会吧。在此期间，你没有离开过龙帆市吗？我们有行车记录仪、开房记录，包括那天在现场的朋友和工作人员都可以为我证明在场。你们现在是在怀疑我是凶手吗？罗琦说的是真话。23号晚上11点，他参加完庆功会之后，直接回到了酒店。期间呢，有个送餐员去过他的房间，直到第2天早上7点，他才离开房间。所以呢，这凶手到底是谁呀？张雨晨甲状软骨骨折断口的痕迹，证实凶手的握力极大，他在一瞬间就掐断了张雨晨的软骨。凶手是强壮的男性。但这不能说明罗琦和案情无关，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。再给我们一点时间。没有时间了。郑浩是个名人，现在外面记者、媒体都在等着答案，而且我们确实没有证据来证明郑浩就不是凶手。李队要相信我们，再给一点时间就可以。那你需要多少时间呢？郑浩不是凶手的证据就在这儿了。腱鞘炎，手部肌腱和腱鞘损伤性炎症引起肿胀，严重者可引发永久性行动不便。仔细回想，郑浩的手已经有明显的病变了，看来我没有什么机会再见到他。郑浩是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，这种病相当于毁了他的职业生涯。所以说，郑浩不再登台演出，勉强登台也会有失水准，所以他宁可不再登台。这是医院的病历，也是铁证。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的病情，因为他要维护住他小提琴家的名头，否则他将一无所有。所以他会对我们隐瞒病情。所以说，郑浩得的这种病，是肯定无法掐死张雨晨的，对吧？郑浩的主治医生说，郑浩是在4月底做的手术，案发当日是5月24日，那段时间他的手还在恢复期，所以他是没有办法靠双手的力量掐死张雨晨的。而且大夫也说，他可以为郑浩出庭作证。不愧是我兄弟。疾病排除了郑浩的嫌疑，我们总算没有冤枉一个好人。但坏人还在逍遥法外，更麻烦的事情才刚刚开始。没错，郑浩不是凶手，但是所有的物证都指向他，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：有人栽赃陷害郑浩。赶紧走！是你杀了张雨晨吗？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，回去吧。
你要干什么？你要离开我吗？我早就应该离开这儿了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是人不应该在难过的时候做任何决定。如果你早点同意离婚，我跟雨辰就能离开这儿，他也许就不会死。郑浩，你疯了吗你？你知道我性格的，你要今天从这个家离开，你永远都别再回来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回来的。儿子，今天妈妈带你到镇上去逛逛，快起床吧，小懒虫。儿子，妈妈在这儿呢，快过来跟妈妈合照。妈，阿姨早上好。哎，小青早啊！你今天怎么没有跟然然一起上班去啊？她已经走了吗？对啊，早餐都没吃呢。哎，对了，我去拿早餐，你帮我带给她啊。等会儿。哎，早啊！怎么了？生病了？这是安神的药，对睡眠好的。让你费心了。这是买给我自己的。我昨天失眠了，前前后后睡了就不到2个小时。你做的那个香囊挺管用的，所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把自己调理好的。那你昨天睡得好吗？挺好的，算是一个期盼已久的美梦。那很好啊。以后要多照顾自己。什么意思？哦，我昨天失眠，心情不好，所以嘴上也胡说八道的，你就别多想，我随便说说的。那走吧，去上班吧。啊不，我去买早饭。啊，不用了，你妈妈让我帮你带过来。我看大家最近老熬夜，所以就想给大家买点橙子，补充一下 VC。你先走吧。这段时间照顾大家辛苦了，谢谢你啊。那帮我拿橙子吧。警官，警官，张阿姨，我和郑浩约着见面，我想有警官在场会比较好，我怕我忍不住会抽他。
最近辛苦了，这是犒劳你的。11标间呢？和李队出去办事了。太好了，你下午也陪我出去一趟。我没空。哎呀，我那是去办案，你就陪我一下嘛。万一有什么意外，你在旁边也好呀。有行动，有危险吗？我看你是有危险才想起来我的吧。请坐吧。没想到，你只是这样一个普通的男人。对不起，阿姨，我是真的想给雨辰幸福的，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对不起，阿姨。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，你去跟我女儿说对不起。雨辰第一次下地走路，这是他第一次掉牙齿。小学4年级，第一次得了3好学生。这是他上初中，参加校运动会拿的100米赛第1名。这是他第一次登基的空城照。这是他用第1个月的工资给我买的礼物。从小到大，每一年有纪念日的日子，我都会给他拍张照片。我想烧掉这本相册，但是我真的舍不得。我只有雨辰这样一个女儿，她是我的全部。她那么信任你，信任你到可以和我翻脸的程度。我说这么多，就是希望，如果你知道真凶的话，告诉警察，拜托你，帮帮我的女儿，帮帮她。阿姨，这边，老小姐，郑老师说要在这住一阵子，怎么了？你们吵架了？夫妻之间小吵小闹了。待会儿我有事再叫你啊，老赵，谢谢。不用客气，那我先走了。
马骑的不错呀，但是做人不太老实。离那个女人远一点，我只跟你说这一次。秦明，你嘴怎么了？你得罪谁了？这不是洗醒了吗？你没事吧？你给我看看。没事儿。行凶人谁啊？敢打我兄弟，谁这么着？不要命了吧？还不是多亏了你。行了，那你就跟大家解释吧，为什么我们会去马场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反正我现在嘴疼，什么话也不要说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利用业余时间去了马场，遇见了罗琦。在你跟罗琦有了交集之后，出现了一个神秘人袭击了你，他让你离罗琦远一点。他很在意罗琦，说明他和罗琦的关系不简单。秦明，你是法医，不是侦查员，你这么做不值得鼓励，太危险了。林涛，你太过分了。石玉表姐，我是真不知道事情会发生成这样。秦明不是刑侦的人，你带去走访也就算了，你把他一个人扔在外面，这件事情你要负责。我错了，就知道关心他。还有你，走访就走访，你撩什么妹啊？能不能不要管别人的事儿？那如果他不是要伤你，是要杀了你，怎么办？让我解剖你的尸体吗？对不起，下次不会了。没有下次，你自己跟我保证。好，我跟你保证，没有下次了。情况我大概搞明白了。秦明，麻烦你站一下。行凶者身高大概在1.88米左右，体重在80公斤，力量充足。但他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在进攻的时候，身体习惯性向前倾，重心不稳。从伤口上看，他惯用右拳作为重拳，速度和爆发力都非常出色，属于杀手级别的。而你做了有限的防御，但实在不是一个级别的。总之，这家伙有足够的力量掐死张雨晨。就是可惜没看清长相。没关系，我记得他的眼睛，再见到他，我一定认得出来。秦明法医，你今天是来骑马的还是来找人的呀？哎，你这脸是怎么回事？昨天晚上被人给偷袭了，他警告我，让我离你远一点。可能是你的忠实粉丝，或者追随者、追求者。你也帮我传个话吧，我来马场呢就是骑马的，不是想跟你搭上什么关系的。我也友情提示一下，像你们这种坐班的人真的不适合户外运动，以后少来吧。我是为你好。醒醒，目标出现了。
凌晨1点，他们去哪儿了？会不会是去找打我的女人啊？老赵，目标出现，我们2组交替跟踪。收到。老赵，我们交替，你们跟上。收到。朝南。分头行动。明白。那个戴帽衫的，就是上次打你的。嗯。所有人注意，这里是闹市区，现在行动可能引起骚乱，等他们结束再进行抓捕。走走。站住！没事吧？走。有长进啊！有人说你重心不稳，身在前倾，看来是真的。彪哥还真是厉害，这次你可真把我给惹急了。就盼着你今天出现，还真敢来！这次还多亏了你的警用喷雾，谢谢了。这样的话就不用再说了。以后啊，不要挑战肉搏，害人害己。痛吗？有点。不痛不长记性。你没事吧？我，哎呀，我感觉我这个腰有点不太舒服。怎么了？
哦，这。这儿吗？再上一点，上一点。再右边点，右边点。啊！行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次真的是算我们好运。那万一下次没有那么好运了，出事了怎么办？我一直都挺幸运的，但这次我确实是心有余悸。你们想啊，像林涛这种受过专业训练的，遇到沈丽都吃了亏。幸好这次有安然的警用喷雾，要不然啊，结果真的不好说。那是因为我们没配合好。要是我俩稍微默契一点，拿下他不分分钟的事儿。哎，我们之间要不要有一个那种约定，就是说有一个暗号之类的？我觉得这个好。就比如我们4个人当中，如果有一个人被凶手给劫持了，我们就可以给对方暗号啊。比如，来。你干嘛呢？就比如说，我现在被人给劫持了，这个时候你就给我一个点头的信号，然后我就踩脚撞头。真的啊！哦，哎，我也试试。这样，劫持我，踩脚，撞头。花花，你要不也试一下吧？啊，我不用，我已经记着了。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吧？那祝我们大家这辈子都用不上这个暗号。哦，对了，彪哥在这里忙通宵的没走，我们要不要去看看他？走啊！走啦！彪哥，别乱动。弄乱了，我还得重新整理。听说你们今天抓到一个嫌疑人，人是抓到了，可惜证据链不足，不能判断他就是凶手。怎么样？有什么进展吗？我们呢勘验了运尸车，经过比对发现，后备箱垫上的织物纤维与运尸带上的纤维一致。这个垫子上有一些遗留的微粒，有油漆成分。油漆啊！虽然凶手清理过垫子，但是因为油漆微粒它的粘度很高，很难被清理干净，所以足以证明运尸带曾经就出现在这个车的后备箱内。这个是彪哥查出来的。对，这些油漆曾经就来自于包裹尸体的保鲜膜上。案法医，彪哥，塑料膜上的油漆成分与死者家中的完全一致，确认无误。刑警队也找来了出租车辆，确认是凶手用来办事的车辆。好。辛苦你了，兄弟。可是，这跟找到凶手有什么关系啊？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，就能从这2袋里找出凶手的 DNA， 或者把嫌疑人的 DNA 数据拿去查验比对。如果在运尸车上发现他的 DNA， 就能确定嫌疑人的身份了。罗琦有作案动机，但他却没有作案时间。尸检结果也可以确定，凶手应该是一名男性。不排除罗琦教唆沈丽杀人的可能性。2个小时之前，他们的 DNA 样本已经全部采集完毕了。即便如此，可是有这么多的毛发，这得干到什么时候啊？人多力量大嘛，来吧。那个花花，你看我能帮点什么？你帮不上忙，出去吧。哦。沈丽，25岁，合川县人，曾在 AJ 时尚集团工作3年。罗琦是你的上司吧？前上司。你离职之后跟他还有联系吗？偶尔会出来聊个天什么的。聊什么？就叙旧呗。只是叙旧，你们之间没有其他情感关系吗？没有。那昨天晚上你和罗琦约着就是叙旧呗？昨天晚上是偶遇，偶遇不犯法吧？我那天去夜市就想找一点烟火气息的感觉，但是没有想到会碰到沈丽。
他以前是我的助理，后来就没有什么联系了。据我们了解，是你提拔的沈丽。不能完全这么说，也有他自己的努力。那跟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吧。大概是在几个月前吧，网上也有消息的。我们公司处于转型期，我急需让我们集团在新媒体面前增加曝光度。再这么下去 ，AJ 时尚集团就 game over 了。什么年代了，还在玩传统媒体的那一套啊？你们不是认识很多什么主编吗？去约他们吃 brunch 啊，下午茶喝起来啊！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，公众号、自媒体、微博，下周末我要看到 AJ 时尚集团上热搜，要不然你们全员滚蛋 ！Understand？ 说话啊！你们全都关静音了，哑巴了？罗总，我们集团没有热点事件，又拿不出钱，怎么搞营销啊 ？Chris， 你入职公司几年了？4年了。4年？你给公司完成了多少 KPI 啊？你要是做不到，你就滚蛋呐！位子让出来呀！站住！你是实习生？对。从今天开始 ，Chris， 这个月的 KPI 没有完成，我不会兜着了，就让他来坐你的位置。周末我要看到 AJ 集团上热搜 ，OK？ 散会。咖啡给我送到办公室。上热搜了，上热搜了，罗总，罗总。所以这个板块呢，其实我们罗总，罗总，我们上热搜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等一下，热搜第几名？第3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时尚集团就热搜这一方面完全是小 case。沈丽呢，有能力。也有想法，一路上呢也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吧。但是我们这个圈子呢，就是能力越强的人，就很可能会单飞，他也不例外。我也很祝福他。他离职跳槽之后，我们很偶尔的会在一起吃个饭，聊个天什么的。他从你们公司走了，你们还会在一起吃饭聊天？我们其实就是生意人，没有永远的朋友或者是敌人。那今天我们是利益共同体的话，那我们就是朋友；如果改天不是了，那就是敌人。他给我提供合作机会，我也没必要恨他吧。所以你跟沈丽只是同事关系？当然。找到了。不心虚的话，看见我们为什么跑？你们那么多人，怪吓人的。我知道你们干什么的呀。对对，找到证据了。他跑不掉了。经租车店老板确认，在案发时，你用伪造的身份证租了一辆车，在这辆车里面，我们查到有你的 DNA。恰巧，这辆车也是运送张雨晨尸体的车辆，证据就在你面前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没杀人，我跟罗琦也不熟。见了棺材都不落泪。我可算是长见识，我昨晚打胎都打青了。
你行吧，算我吹牛了。该提供的物证都有了，可惜都是间接证据。就像沈丽说的，尸体和电话线上都是郑浩的指纹，现场还没有发现他的痕迹。就算我们能证明沈丽运过尸，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表明他杀了张雨晨，以及在哪杀的张雨晨。个人看法啊，我觉得吧，就是郑浩要和罗琦离婚，激怒了罗琦，而罗琦呢，就让沈丽那个臭小子杀了张雨晨。沈丽又是因为罗琦才这么做的。哎呦我去，这关系挺乱的啊！哎，之前你们去过的那个马场查过吗？上上下下都走了一遍，关于罗琦的问题也全问完了。欢欢，你师傅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师傅绝对不会说废话的，你记下来，肯定有用。让一让，给你做客房服务来了。你上次说药包管用，所以我这次就做了一个枕头，应该效果更好吧？怎么样，万事通？这回应该没有安晴线了吧？虽然没有安晴线，但书院正简里有这样一句话：抗网令直，始乱攻城，安秦之社稷。坐下。哎，你不会是想用鸡蛋和药酒去我的淤青吧？对啊，安然，你是个法医，你要相信科学，所以才要试一试啊。科学都是需要验证的。我有个事儿挺好奇的，你跟林涛那天去马场撩罗琦，是不是用了什么美男计啊？不是。我陪林涛去马场，遇见他是巧合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你魅力四射，是他没忍住，所以你们挨打了呗？从表面上看，是这样。哦，忍着点，力道越大，效果越好。我好心提醒你啊，咱们是法医，做事要有分寸，什么事儿该做，什么事儿不该做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我已经和你解释得很清楚了。遇见他是巧合。那吃了它，补补脑子，别把别人的好心不当回事儿。哦。对了，之前不知道你来这里的原因，我现在知道了。那有空就带你去逛一逛，看看能不能帮上你吧。事实证明，鸡蛋是不能治淤青的。那个沈丽算个什么东西啊？
据说是什么专业选手，还不是一样被我生擒活捉？是真的吗？9表1。我打你啊！这啥了？如果是我，一个人就能得出胜利，不需要任何的帮助。我现在打您，不管怎么说，都算以下犯上。别那么多废话。这样吧，我让您一只手。我认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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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认输。樱桃，下次执行任务的时候，要学会等待救援。这次算你幸运，我不希望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出现问题，明白吗？明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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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明白。马场的工作人员说了一个新的情况：5月23号呢，有人驶过马场的门槛，可是当晚马场不应该有人。与张雨晨的死亡日期基本吻合，您去还是我去？像这种情况呢，还是你们年轻人去吧啊。哎，去趟马场，带你骑马。你疯了吗？上班呢？去吧，别忘了带个箱子啊。带箱子？喂。好，知道了。马场工作人员交代了2件事：一，正好昨天去马场找了罗琦，有录像，有证据；二，5月23日案发当晚，马场的门卡有人使用过。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马场。巧了，我们去调监控。你们去干嘛呀？骑马。别问我，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。姚警官。你放心吧，这匹马特别温顺，对人也特别友善。可是我不会骑啊。有我在，你怕什么呀？走吧。我和你说啊，我们这次来呢就是工作的，就像上次我和林涛那样。你这腹黑狗，你心机太重了。相册，你怎么来了？吓我一跳！什么相册？张雨晨的相册。昨晚9点，你跑到我休息室来，待了半个小时，相册就不见了。这相册对于别人来说，别人不感兴趣。我们已经是陌路人了。我希望你不要毁掉我们仅存的美好回忆。美好回忆。你要真的觉得是美好回忆的话，你为什么会背叛我？结婚前我们就知道彼此是什么人，我们也写下了婚前的协议，相对自由，谁都可以去追求自己爱的人，对吗？那还有一句话呢，死也要死在一起，这句话你忘了吗？
张雨晨出现之前，你有5次出轨，我1次都没有管过你。你没有跟我提过分居，更没有跟我提过离婚。对，但这次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张雨晨死了，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回家吗？罗琦，我简直没有办法和你沟通。我现在就问你，相册呢？那是人家的遗物，你要它干什么？那我还想问问你，我们俩结婚10年了，10年，你到底还爱不爱我？现在说这还有什么意义？没有意义了。我早就知道我对你的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你知道唯一我和你不一样的是什么吗？是我还爱着你。就因为我太爱你了，才给了你伤害我的机会。相册是在我这儿，但是我不会给你的，因为我把它烧了。我总觉得吧，这段监控有用，但就是说不出来用处在哪儿。这2个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到关于案情的实质内容啊。你们这监控一般保存多久啊？一般是1周。那你们每天都会查看马场的监控录像吗？3天查1次。啊，对了，我们这里3个月前丢过1次门禁钥匙，后来是员工在厕所里面找到了。当时出现这个事之后，我们主管就特别注重安全防护工作，把客人所有的物品都放在柜子里。你说这万一要是丢了，我们还真担当不起。我看23号晚上有人拿门卡进入马场，就跟这丢失的门卡有关系。那23日和24日2天，监控录像有异常吗？那是2个月了，我查一下啊。好。哎，找到了。等等，这监控时间是从凌晨开始的，之前的呢？哎，奇怪了，你这个硬盘是新的吗？不是，我们之前都没有换过硬盘的，这跟我们之前那不一样。你好，这是你们要的客户资料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走吧，我们去找李队还有林涛他们。你慢一点儿。客人记录，罗琦之前都是1到2周来1次，可7月份之后却变成了1周来1到2次。可能要让彪哥和环环来一趟。今天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你们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是怀疑马场很有可能是第1命案现场。彪哥，这个绿植应该是被人为移动过，对方的目的就是为了遮掩这个权益。我也问过经理了，他说他当时也注意到这个绿植被移动过，但没有当回事儿。这高度和这力度，的确只有沈丽这种练过拳的人才能办得到。说说物证的具体情况。 3个月前，休息室的门卡曾失而复得，而找到的人就是罗琦，所以我们怀疑罗琦偷盗并复制了门卡。5月23日，罗琦把门卡给了沈丽，沈丽作案后用新的硬盘更换了拍下的视频证据，用这种让人难以察觉的方式销毁了视频证据。你的意思是，沈丽设法把张雨晨引到了马场，杀人之后把张雨晨又拉到他家里包裹尸体，并且销毁了监控视频。但是沈丽租车的 GPS 显示。 他的车一直停在停车场，直到凌晨，车子直接开到张雨晨家，
然后就是废弃的汽修厂。其实很有可能是沈丽杀完人后更换硬盘销毁证据，然后将尸体放在罗琦的车上运回了张雨晨家，再用自己租来的车将尸体运到了废弃汽修厂，用这样的方式来干扰我们的视线。假设我们的推断都成立的话，那么罗琦在这过程中至少帮过2次忙：一是引张雨晨来马场，2是把尸体运到张雨晨家里。瞒天过海，离带讨教。但其实我们只要在现场或者罗琦车内找到张雨晨的 DNA， 那我们的推断就是成立的。还有沈丽的痕迹。找到了，带血的玻璃碎片，正好我们的生物提取仪也下来了。我去罗琦出差的酒店看一看，再去核实一下他不在场的证明。师傅，你是怀疑罗琦做了手脚？我只是确保万无一失。我建议把这段监控视频放给沈丽看。沈丽谋杀素不相识的张雨晨，我认为沈丽很有可能受罗琦的情感控制，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你在马场搭讪完罗琦之后，沈丽会在夜间用武力警告你要远离罗琦。出于嫉妒？与其说嫉妒，不如说是在维护自己的战利品。他为罗琦杀了人，他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他绝对不许任何人破坏自己的情感战利品。杀人后，沈丽并没有离开河川县，而是留下暗中联系罗琦。难道沈丽在等机会和罗琦私奔？如果说他们利用指纹来嫁祸给郑浩，那一旦成功的话，郑浩和张雨晨都会消失。我觉得还是要从沈丽这里寻找突破口。我认为这个视频可能就是突破口。罗琦曾经说过，他自始至终只爱郑浩一个人，这对沈丽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情感炸弹。Get， 林涛，哎，把这个视频给沈丽看，要快。好的，李队。哎，审他的时候要一语中的，跟这个案子没有关系的就不要再说了，学一下齐名，那不漂亮就不要来见我了。警官，您看了我已经5分钟了，有什么想问的您问呐。我现在很平静，我希望你接下来也能够保持平静。我很平静，我都说了不是我干的。不是你们还想刑讯逼供吗？我跟你们讲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是网络时代。今天我来，是给你看一个视频。我们俩结婚10年了，10年，你到底还爱不爱我？现在说这还有什么意义？你知道唯一我和你不一样的是什么吗？是我还爱着你。就因为我太爱你了，所以才给了你伤害我的机会。我们酒店的餐车都在这儿了。好，谢谢2位。不客气。师傅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罗琦住在酒店16层，当晚他没离开过酒店。监控显示，只有餐车进出过他的房间。如果他想瞒天过海逃离酒店，伪造不在场的证据，他只能在餐车上做手脚。一旦他对餐车做了手脚，就会留下指纹、毛发和其他的 DNA 证据。但是师傅，这些餐车已经被很多人用过无数次了，数据量太大了，怎么找啊？我们要把每辆餐车都标号，提取物证带回技术科，和罗琦的数据一一做比对。哦，对了，我提醒你们一下啊，一定要做到准确无误，不能有半点纰漏，否则我们得重新返工，懂吗？开始吧。好。但是有个问题啊，师傅，你说他这个餐车也没法藏人啊。
怎么样？看完之后你还能平静吗？你为罗琦这么做，到底值不值？他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们说他为什么要骗我？你是没看见，是没听见啊？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在利用你。不可能！行吧，等罗琦落网，我会提供你们2个人见面的机会。但你现在要告诉我真相是什么？现在就说。你知道我有多爱他吗？谢谢。来点吗？哎，我很可怕吗？没有啊。你不怕我，但是我知道公司里很多人都怕我。那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够了解你。你很了解我吗？你一个人撑起公司，而且在现在这样环境这么不景气的时候，还能做到行业顶尖，真的挺厉害的。我跟你在工作的时候，我觉得你话挺少的，但没想到你还挺会聊天的，工作能力又很强，肯定很多小女生追你吧？没有，我也不喜欢小女生。为什么？很多男生都喜欢小女生啊。可能是太幼稚了吧。喜欢成熟的。你喜欢我吗？我是认真的。我其实早就认识你了，但是你不认识我。我上高中的时候，在杂志上面看过你的报道，就挺喜欢的。后来我就会特意的搜集你的照片啊、视频啊，存在电脑里面，所以我才到咱们公司来应聘。在生活里，能把梦想变成现实的人很少的。你家住哪儿啊？我今晚上不想回家。你喝多了。喝多了才敢讲真话。那你还有什么真话要跟我说吗？你老公出轨了，所以你很伤心。你每天在公司里面加班到半夜不回家，公司的人都传开了。他不值得你为他难过，真的，他不配。你干嘛那么在乎我的事儿啊？我连做梦都会梦见你。你们永远都无法体会老七第一次亲我的那种感受，那种眩晕感。我不想因为寂寞开始一段恋情。下车吧，我给你叫了车了，马上就到了。所以我肯定他是真的爱我的。感情这种东西是装不出来的。我没什么可说的了，反正我们的爱情，你们是不会懂的。你不说清楚，我们能明白吗？啊！而且在你看的是爱的东西，在他那儿还不知道是什么呢。
你不觉得你们之间的相处，他一直在引导你，控制你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仔细想想我说的什么意思？我等着你告诉我。我给你提个醒了，在两性关系中，越是难征服的女人，这个男人就越想去征服她。这感觉熟悉吗？类似的情况有没有发生在你身上过？不知道那一次算不算？那好啊，陈总，等你从法国回来之后，咱们再聚吧。好嘞，一切顺利啊！走了走了。罗琦，你刚才没有敲门。老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不要被他们给骗了。说完了吗？出去吧。今天晚上6点，马克西姆餐厅。先生，您的花没拿。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我浴袍在外面，帮我拿一下。你昨天晚上没碰我，你是个好男生。昨天你的爱情故事，我们已经充分的了解过了。我想，你和罗琦的欢乐时光很短暂吧？毕竟他是有家室的人啊。你们这些俗人是不会懂我们的爱情的，这很正常。如果你们一直相处融洽，
那你为什么要偷偷的躲起来，准备暗中保护罗琦？我同事可是被你狠狠的揍了一顿。他也拿喷雾教训了我，他不吃亏。我们去过 AG 集团，询问过那里的员工，他们说，在你离职之前，你和罗琦的关系闹得很僵。那些三八嘴真碎。再讲个故事吧，为什么罗琦对你的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变啊？就是猜忌我呗。小心眼儿，女人不都这样吗？你看我还有肱二头肌，你摸一下嘛。哎，可以的。你还有胸肌啊！一会儿我们一起去健身啊。我一会儿帮你做好了送过去。当时我们部门新来了一个女同事，我跟她之间真的就是工作上的交流，谁知道罗琦误会了。下班了，要不要一起去健身呀？我今天稍微有点忙，要不改天呗？你说的啊。啊，那我先走啦。你先去吧，拜拜。还是年轻人有活力啊！这么快就找到了去健身房的好朋友了。不是你误会了，就是新同事他刚来就随便聊两句。你不是跟我说你不喜欢小女生吗？但我今天觉得你跟小女生很般配。罗琦啊，哎，罗琦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罗琦啊，手放开。以后叫我罗总。你真误会了。下班了，再见。下班了，我先走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她就是那种女人，前一分钟可以让你上天堂，后一分钟就让你下地狱。你误会我了。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恨自己，我非常自责，我怎么会把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给亲手毁掉了呢？然后呢？你做了什么？为了弥补我的错误，我什么都愿意去做。你喝多了吧？别喝了。你知道我有多难吗？在公司里面，我不敢太明显，我怕造成绯闻影响你，我更不敢去你家，我怕你老公为难你。那我该怎么办？罗琦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？你不理我，我觉得我的整个世界都塌了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我讨厌背叛的男人。我没有。离开我吧。不要。你是真的爱我吗？我爱你。如果真的爱一个人，是会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情的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我愿意为你做所有的事，所有。好。
硬盘检测结果出来了。经过检测，我们最终在硬盘上发现了沈丽的微量血迹。很奇怪，他为什么会在硬盘上留下血迹呢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张雨晨在自卫的时候不小心弄伤了沈丽，而沈丽呢，用戴着手套的手接触了伤口，然后又接触了硬盘。手套还有硬盘都是深色的，当时又是夜晚，所以沈丽并没有留意到留下来的血迹。所以我们能确认马场的休息室就是第一案发现场。有了这份报告，沈丽就无处可逃了。哦，对了，在碎玻璃上的血迹也证实了，确实是张雨晨的。等一下，这上面为什么有罗琦的血迹？罗琦不是有不在场证明吗？有可能是伪造的。我们正在勘验现场证据，但是数据量太大，需要时间。彪哥让我向您汇报一下。好，用案发现场物证做报告，给林涛、赵副队打打气。收到。沈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通过这些检验报告，充分可以说明以下事实：第一，我们在马场的监控室的硬盘上发现了你的微量血迹，这也就说明了你销毁了拍下来你罪证的监控，换上了新的硬盘。这招确实难以察觉，你很聪明。第二，我们在沙发下发现了玻璃碎片。从这些玻璃上检测到了张雨晨还有罗琦的血迹，这就说明了张雨晨在反抗嫌疑人攻击的时候，不小心被玻璃碎片划破了手指，同时嫌疑人也被玻璃碎片划伤了皮肤。嫌疑人也很聪明，将这些玻璃碎片都给扔了，可惜还是遗漏了沙发下面的碎片。第三点，也就是罗琦所谓的不在场证明，我的同事勘验了大量检材。最终在12辆餐车内发现了证据。你好，女士，你的餐到了，进来吧。当晚，罗琦用5000块钱收买了送餐人员，然后藏在车内逃离酒店，最终再返回命案现场。这个餐车托盘下边内侧发现了罗琦的毛发、指纹以及皮肤碎屑。给罗琦送餐的送餐员已经承认了，他帮罗琦做了伪证。人算不如天算，任何犯罪就一定会留下罪证，无一例外。当晚你和罗琦就是在马场的休息室里，也就是第一命案现场，铁证无疑。说吧，沈丽，怎么杀的人，怎么弃的尸，怎么嫁祸给的郑浩？证据都在这儿了，你现在说还不晚。那天晚上张雨晨断气以后，罗琦让我弃尸。为了摆脱我跟罗琦的嫌疑，我用不同的车辆分段弃尸来迷惑你们。我先是用罗琦的车把尸体拉到了张雨晨的家里，然后包裹好尸体。再用我租来的车把尸体抛弃到了汽修厂。我不得不说，你挺聪明的。你这招确实让我琢磨了很久，但是最后，车里的证物出卖了你。为罗琦这么做，值吗？我也想过这个问题。罗琦承诺过我，杀了张雨晨以后，他就跟我一起远走高飞。可是我知道，只要郑浩在，罗琦肯定不会信守诺言。她很爱她老公，我一直都知道。但是我没有退路了，我杀了人，我替她杀了人，所以我必须用这件事情借机除掉郑浩。我必须要让罗琦断了念想。那天晚上，我从后门扛着尸体上楼。
我拿有郑浩指纹的电话线绑住了尸体的双手，然后想把尸体装到袋子里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人死了以后会变得很硬，我怎么弄也弄不进去，所以我就地取材，用塑料膜把尸体包裹起来。我本来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人算不如天算，还是被你们给逮着了。你们知道吗？如果罗琦信守承诺，早早的跟我一块离开河川，我今天是不会坐在这里的。聊聊罗琦吧，说说你和罗琦是如何对张雨晨行凶的。拿张纸，还有笔，我给你写一个邮箱。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我都拿针孔摄像机拍下来了，你们看完就知道了发生了什么。拍下罪证，为什么？我爱罗琦，但我又不是个傻子，我当然要留下证据了。我要用这件事情，让他一辈子都离不开我。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地狱。我们确定了罗琦手机的定位，人在河川县西餐厅，出发。哎，通知救护人员，以防万一，希望用不上。走。那时候的我比张雨晨更美吧？罗琦，你这何必呢？我就是想提醒你，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很恩爱。你就不能放过你自己，也放过我吗？我这不约你来吃散伙饭了吗？喝完这杯酒，我们一拍两散。说实话，我们从来都没有骗过对方，是有过那么几个情人，但是都会跟彼此分享，直到这个叫张雨晨的人出现，他威胁到了我们的婚姻。郑浩啊，我太了解你了，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全身都会发光，这种光是藏不住的。罗琦，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，到底是不是你杀了张雨晨？怎么说呢？我没有亲自动手吧，我找了个人帮忙，沈丽。你疯了？你以为你没疯呢？结婚前你答应我的那些，你才是个疯子。我们俩是天生一对儿啊。
反正我们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。我好久都没有听你给我拉小提琴了，小提琴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你就拉一首我最喜欢的《爱的忧伤》。罗琦，我的手已经废了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碰过小提琴了。快！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你有问过我吗？我们曾经过去的生活已经回不去了，难道不是吗？罗琦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爱上张雨晨吗？因为雨晨的很像我刚认识的时候的你，可是你现在变了，我也变了，我们都不是原来那个自己了。罗琦，我爱你了。你要去哪儿啊？你在酒里放了什么？没有什么，我只是想陪你走到人生的尽头。郑浩，我们结婚的时候发过誓的，谁也不能离开对方。你不爱我了，但是我还爱你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叫救护车！是。证据链凿时，在罗琦车子后备箱里发现了张雨晨的血迹。坐。郑浩约我们在这儿见面，他差不多10分钟之后就到吧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是跟郑浩在一起以后才知道他是有家室的人的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分不开了。也不能完全是你的错了。就算你不出现，我们2个人的婚姻也走不了多久了。自己的老公，肉体和灵魂双重出轨，是个女人都接受不了的。与其这样痛苦下去，倒还不如成全你们了。谢谢姐姐。郑浩说了他会净身出户的，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可能算不上什么安慰，但是我们真的都很想尽力补偿给你。对，你们真是一对有良心的人啊。你别反抗了，我今天就没有打算让你从这个房间里出去。
下伤口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你可以吗？原来是罗琦把张雨晨引到了马场。从张雨晨通话记录上来看，并没有发现罗琦的电话号码，所以有可能是罗琦用了郑浩的电话约他出来见面。张雨晨想借机向罗琦表达歉意，才会轻信罗琦同意去马场的。简单、单纯、轻信他人，这是他吸引郑浩的地方，也是因此丧了命。但我不明白，像罗琦那么聪明的女人，怎么会为爱情那么失智呢？他也许不是放不下，他只是输不起。有道理。罗琦对沈丽的诱骗害了沈丽，这种畸形的爱，就是一把害人的利器。做个无情的人，也许会更轻松一些吧。罗琦醒来之后会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，郑浩醒来以后托安然把相册交给张雨晨的母亲。证据链闭合，嫌疑人认罪伏法，铁案交到检察院，空姐案尘埃落定。案子虽然破了，但更重要的是安慰在案情中需要被抚慰的人。这一点安然做得比我们都好。那是，我11表姐人好。